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倩。有很多人认识我，其实应该是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，我带着一个小黄鸭的发夹，以最后一枪9.8环逆转夺冠。说实话，9.8这个成绩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挺一般的，还是有那么一些小瑕疵，我当时不是特别的满意。但它呢，也确实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。那么在此呢，我也必须要感谢一下，在我的人生道路上、射击生涯中帮助过我的每一位领导、教练、老师、家人还有朋友们。那么现在回首夺冠的那一天，我觉得其实它可能也只是我漫长人生中的一个瞬间。因为真正占据我大部分时间的，其实是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日复一日的训练。不断的出现问题，调整好情绪，再去解决问题。但我的生活也不只是赛场，我是一名射击运动员，我也一直是一名学生，目前是清华大学在读的硕士研究生。我的人生其实一直是在2条轨道上共同前进。所以今天我不太想讲我是怎么赢的，我更想讲的是我在不同的阶段里如何面对变化和波动。选择和取舍，把控住自己人生的节奏。那么有很多人会觉得，运动员的人生其实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路，从小训练，一路比赛，然后拿成绩。但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走过的路，其实不完全是这样。它更像是由无数次的选择、暂停、重启拼接起来的。对于我来说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当下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，需要我不断的清醒的去做出判断和选择。在我11岁的时候开始练习射击，这张照片呢是我跟我的师姐王晨毅，她是04年奥运会的铜牌获得者。其实现在回想，刚开始训练的时候非常无聊，很枯燥，没有对抗，也没有观众。每天就是举枪、瞄准、击发，每一天都在跟自己的心跳声、呼吸声，还有注意力打交道。说实话，我当时也曾经想过要放弃，但当我真的在某一次的比赛中克服了自己那种很紧张的情绪，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，我发现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，就是那种小小的成就感让我留了下来。但体育也从来不是我人生的唯一主线，学业与训练始终并行在我的生命里。在2016年，我高1的时候，进入了清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特长班。每天的节奏就是白天上课，下午下课之后要去大学训练，晚上还得回来补作业。那个时候会觉得非常累，但是生活又很充实，有老师同学的帮助，还有家人的支持。让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。那个时候我就慢慢意识到了一件事，我的人生不会只有一条路。在高考那一年，我又遇到了一个选择，一边是青奥会的选拔，一边是要备战高考。如果能够进入青奥会的话，对于青少年的我来说，已经是最高级别的比赛，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。我不知道自己未来还能够在射击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，那么这就有可能是我能够触摸到的天花板了。但经过内心的纠结与思考，经过与教练、家人的沟通，我最终还是决定先把学业做好。那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，放弃了射击的这个比赛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只是那个阶段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。在考上大学之后呢，我的训练状态又有了一些小小的突破。在参加了层层的选拔之后，终于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。然后我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备战工作当中。那段时间，我几乎把所有东西都放下了，每天睁眼就是训练，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，日子过得非常简单也单纯。每天只要想一件事。那就是今天训练练明白了吗？如果没练明白的话，那明天要怎么练呢？再后来就来到了大家看到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，最后一枪逆转，
在比赛结束后，有很多人都会问我：“你是天生的大心脏吗？以及大心脏是如何炼成的？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是，但是我肯定不是，以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，就是多练就好了。我也会紧张，也会乱，但是因为我在之前的训练和比赛中经历过太多次那样子的情况了，我相信自己还能够把自己拉回来，我相信我可以做到。但比赛结束之后，生活没有停下来，我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上课，完成我本科的学业，又继续读了硕士研究生。有很多人会说，你是从运动员转型为了学生，但我自己不这样看，我只是在不同的阶段继续做我当下觉得重要的事儿。那么我发现，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不断地在做选择。有的时候是需要往前冲，有的时候是需要停下来，有的时候又是转换一个方向。慢慢的，我发现人生不是一条一直往上的线，而是需要经过一段一段的选择和取舍，在起伏中缓慢的爬升。如果说设计这件事儿教会了我什么，我觉得并不是让我学会了多么高深的技战术，而是让我学会了如何与波动相处。在训练的时候，没有办法时时刻刻都把结果意识避免掉。有的时候我特别在意结果，每一枪打了多少环，每一次的成绩怎么样，我会盯得特别紧。我觉得我必须要做好，我就是想赢。但有时候越这样，心越容易乱。在备战东京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我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就像是进入了瓶颈期。甚至我在奥运前的全国比赛上，在个人项目中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。那种心理上的打击，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场暴风雨，把我整个人都浇透了，心都凉了。我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不行了？是我哪里做的还不够好呢？其实当下我的成绩也并不是说有多么的差劲，但是我完全接受不了，我觉得我不该是这样子的，那种感觉其实挺难受的。但我当下的反应是更用力、更强硬的逼自己，必须要去做到。但后来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用，反而还一日不如以前。慢慢的，我开始换了一种方式，我不再一直想我能不能赢，我是不是打得不够好。我开始只关注当下这一枪，我的过程是否流畅，节奏是否平稳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也挺难的，因为我要不断的把自己拉回来，从结果拉回到过程当中。我明白，结果是会波动的，名次也是会变的。可能我已经做得非常好，但我还是拿不了第一名，因为有可能同场上我的对手他会有更加超常的发挥。所以如果只用结果来评判自己的成功与否，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理解自己，稳定我的内心。所以我慢慢去接受，我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，我会有低谷，我也会犯错，但没关系，我永远不怕输，但也不服输。拿得起就要放得下，我会永远朝着这一目标去努力。这也是我在奥运会的比赛方案中写给自己的一句话。所以其实所谓大心脏不是不紧张，而是在紧张的时候，我还能够把自己拉回来。也有很多人会问我，那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整办法呢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调整办法，我做的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。我会去拼豆、做手工，之前我也会自己做美甲，会玩魔方，还会和朋友们约着一起去密室逃脱，去户外走一走。这些事情看起来跟射击完全没有关系，但它们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因为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的注意力会离开原本紧绷、负面、有压力的情绪，从而专注地去做好眼前的这些小事儿。身体会慢慢地放松下来，人也会回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。在我高中的时候，特别喜欢玩魔方，
因为我觉得在复原它的过程中，我能收获到很多成就感。这种感受其实不亚于我在比赛当中取得了一个很好的成绩。后来我就发现，有的时候不是我想明白了才好起来，而是我先动起来，先离开了原本那个比较糟糕的状态。我还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写训练日记。其实写的内容都很普通，就是记录今天的状态，哪里有问题，哪里没有做好，哪里做得好可以继续坚持，哪里需要改正。我也可以念一小段当时的内容。今天的第一节课电脑测试继续延续了前2天好的操作感受，去强化加深记忆，整体的效果还不错，预报很清晰。但第2节课精力有些前移，个别发的描时偏长，激发瞬间的保持做得不够到位，但也没有过分纠结，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那个时候我就经常会发现，其实在一段时间内，我写来写去，好像写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。但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还挺重要的，因为它让我知道我还在面对，我没有被我的问题带走，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该做什么。有的时候我回头看，会觉得这些事情都很普通，但好像就是这些普通的东西，一点一点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这些年，我也始终明确地知道，我不只是一个运动员，在赛场上，我在单一的评价体系里，名次和成绩是最直接的衡量标准。但在学校里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我要上课，要写作业，要赶论文。这2种生活非常不一样，但他们也在一起影响我。一个让我更加专注，更提高了我的抗压能力；一个让我看待事情更宽阔，不再只局限于输赢。所以我也不太会用一个身份来定义自己，也不会用一个结果去定义自己。我更在意的是，在不同的阶段里，我有没有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有没有把当下的事情做好。最后，我想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——常态之光。以前我也会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那些被看见的高光时刻，但现在我会觉得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没有人看见的时候。在那些没有人看见的训练时光里，让我练就了赛场上的沉着；是那些与波动对抗的日子里，让我建立了内心的稳定；是那些非常平凡的日常小事，让我拥有了治愈自己的能力；是那些不被单一身份定义的成长，让我的人生更加丰富。这些漫长的、平凡的、不耀眼的时光，才是我真正的常态。那些很普通、很重复，甚至有点无聊的日子，才是在慢慢决定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一个不那么确定的阶段，状态不稳定，方向不清晰，甚至有点怀疑自己，也没有关系。人生本来就是这样，不是一直向上的，而是在起伏中一点一点找到自己的节奏。不用急着去证明什么，也不用想着要成为谁。我只需要在现在的这个阶段里，把我能做的事情做好一点点。慢慢的就会发现，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日子，其实一直在发光。我们都会成为我们自己。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谢谢。